尊敬的面粉们好，今天你们赚钱了吗？这马上就要过年了啊！面具人先在这里提前给大家拜个早年。大年30呢，我会抽取1名幸运观众，派发1000美金的红包啊！大家只要点击这个转发分享，将面具人的节目转发到3个平台以上，就可以参与抽取1000美金转账的大奖哦。这个红包应该可以让你们过个好年了。好，我们今天要讲的问题比较严重啊，主要有2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呢，就是大财团摩根大通居然高调的唱空比特币了。第二件事儿呢，就是各位炒币的朋友们，过完今年的春节，你们手中的大部分的币都有可能归零哦。面具人，我为什么会这么说呢？你们仔细的听完今天的节目就能明白了，非常的恐怖。那节目开始之前呢，请打开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否则呢，不能及时的收到面具人的市场分析，错过了赚钱以及了解政治动向、防止自己亏损的紧急信号，那真的是太遗憾了。好，我们来讲正题啊。1月29日消息，摩根大通因为最近加密货币市场的波动性增加，所以呢，将比特币的价格预估下调至38000美元。说白了，就是摩根大通对比特币的期待降低了。摩根大通认为比特币没有之前值钱了，摩根大通没有之前那么看好比特币了。各位观众，各位面粉们，你们知道摩根大通之前是有多么的看好比特币吗？来，面具人，我告诉你们啊，摩根大通他在11月份的时候，也就是1个多月、2个月前吧，他对比特币估计的长期价格为14.6万美金，因为当时比特币涨得猛嘛，当时比特币都涨到了6万美金了。可是现在呢，摩根大通又把比特币的预期价值直接减少到了只有38000美金了，少了3/4还要多。摩根大通这样说，看起来是一个非常大的利空消息呀。是，像摩根大通这种大机构放话的这类消息，确实是能够引起人们的警惕。毕竟摩根大通作为顶级的投资公司，他说的话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可是面具人，我想问你们，这种消息你敢尽信吗？来，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历史啊。11月底的时候，摩根大通说比特币的预期价位为14.6万美金，也就是说比特币很有可能会涨到15万美金。然后呢？然后比特币就跌成了今天的这个逼样子了。你摩根大通说比特币能涨到14万、15万美金，然后呢，比特币就直接跌到了今天的3万多美金。摩根大通的这个反指标打得可以呀。其实摩根大通玩反指标不只是1次2次了啊。咱们就拿昨天摩根大通降低比特币的期待这个事儿来看啊。摩根大通昨天看空比特币啊，把比特币的预期价位调低到了38000美金，从15万一下调低到了38000美金啊。然后呢？来，各位观众，你们看图，比特币就从昨天的36000一路涨到了38000美金，甚至有向39000走的趋势啊。当然了，这一次摩根大通是准了，摩根大通告诉你，看。我对比特币的预期价位说是38000美金，你看比特币就是到了38000美金。可是各位观众，听话要听意思啊！摩根大通它虽然说比特币的预期价位到了38000美金，但是它是把比特币的预期价位从15万美金调低到了38000美金啊。也就是说，摩根大通实际上是看衰比特币的啊，只不过它作为大机构，他讲话是有一定的分寸，并且呢，一个萝卜两头切，那个话叫做什么来着？雨露均沾，他总不能硬性的强行打自己的脸。也就是说，摩根大通说，比特币的预期价位为38000美金，这个话他怎么说怎么圆都能圆回来。但是呢，我们普通老百姓可能理解的这一层看空的意思，成为了反指标了，对吧？所以呢，面具人，我一直都告诉大家，不要听风就是雨。这些大机构呀，包括我们这些网红名人，
公开说什么都是有其目的的。当然了，面具人我也有目的，哎，我就是为了赚钱，我就是为了推广我的理念，对吧？你们爱信了信，不信的拉倒，是不是？爱信的可以加入我的会员，跟我一起赚钱吗？不信的，那是你自己的事儿，你也可以去报名什么 K 线画画班呀，对吧？神笔一画，天下霸业尽在掌中，在那个 K 线上面一画，哎，涨了就涨了；在那个 K 线上面一画，哎，跌了就跌了，对吧？就跟那些什么 K 线大神一样啊。好像感觉他就跟那个宇宙天神一样，拿个笔一画，哎，我今天看这个阳线，对，它有可能涨到38,800美金啊。然后呢，各位观众，请看这个，哎，这里出现了一个碗形底啊，你们按照这个碗形底啊，一直往下去看做空，你可以在这个点位做空，因为按照这根线来画，它一定是会跌到32,000美金的，有意思没？就是那个什么大人嘛，大神，我忘了叫啥了啊！天天就是，哎，我觉得这个已经突破了头顶形态了，它就可以涨到38,800美金。哎，你们只要把线朝上画，它就能涨上去。哎，这个人太逗了。好，继续讲正题啊，咱也不调侃别人了。刚才我说到哪儿了啊？对，这个机构呀，名人呀。甚至有些不是什么名人的，就是一个小网红啊，他公开说什么都是有其目的的。面具人，我告诉你们啊，从心理学上来说，做生意的人在讲商业有关的话题的时候，大部分情况下他说的都不是真话，都有或多或少的主观臆断、夸张的成分啊。夸张咱们就不能算是骗，但是呢，夸张也不算真话。夸张已经偏离事实了，懂了吧？而且呀，很多人在讲生意的时候，讲商业有关的话题的时候，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在撒谎的，因为他不撒谎，他不吹牛逼，你怎么能给他掏钱呢？对吧？他不撒谎，他不吹牛逼，或者是他不反着说，他怎么割你的韭菜呢？各位观众，各位面粉们，一定要记住这个啊！好，大家都知道，比特币从昨天到今天涨了一点，可是呢，很多人他又想了解一下未来啊，想知道接下来的加密货币市场，尤其是比特币是涨还是跌呢？哎，面具人，我想先问一下你们觉得涨的请留言打1，觉得跌的请留言打2啊。面具人，我个人认为，比特币在经历了前几天的好几轮的小又多拉上去再砸回来的这种情况，可就是没有出现大的突破。那面具人，我根据这类的情况来看啊，包括前几天的小又多再回砸，再结合这几天的增量情况以及市场的情绪反馈，综合起来看啊，我觉得有可能再往上拉一拉。因为你们观察啊，经过了这段时间的砸盘，又空又多啊，假突破，大家貌似适应了这种节奏，哎，普遍觉得现在再怎么涨，再拉上去，它都是假突破。但是呢，庄家们有时候就是跟你反着来，因为他不反着来，他怎么割你韭菜啊？在你们觉得它都会跌下去的时候，它反而不跌；在你们觉得它要涨的时候，就像面具人前几天说的，哎，比特币很有可能是去32000、31000，什么支撑位不支撑位的35000跌下去就跌下去了。什么支撑位不支撑位的35000跌下去就跌下去了。你往悲观的看32000、31000，乐观一点看33000、34000。然后呢，哎，前几天有及时的收看到面具人节目的，看都躲过了这一次所谓的什么35000支撑位跌不下去了，看一看别的博主给你洗个脑，给你画一个头顶形态、杯底形态，双峰形态，然后呢它就会涨，然后就是没涨，就是跌下去了。关于什么假突破、真突破、支撑位新观众可以去翻一翻我前几天的视频老观众可以给我留言作证一下，是不是这段时间我都让你们避雷了来继续说正题其实讲了这么多我就是要表达给你们的一个意思就是不要人云亦云。最近的市场确实是属于新老交替、青黄不接的这么一个阶斗，这么一个哎呀，我随那个谁说话，我的舌头都快捋不回来了。
我的舌头应该是挺灵活的啊。继续说主题啊，大家最近被这个 K 线来回的拉砸，已经搞得很保守了。所以呢，为了刺激散户们的投资信心，我庄决定给大家一个刺激的拉盘，这种可能性不小啊。所以呢，你们看，从昨天开始啊，比特币就从35000、36000涨到了37000、38000，甚至有摸到39000的这个趋势啊。所以呢，我不排除接下来比特币会冲破39000，摸一摸4万，甚至过4万这个你们所谓的支撑点啊、突破点啊，给你们造成一个追高的景象，然后呢才会大力度的下调，这个可能性不低啊。当然了，如果说你仅仅是长线持有的话，像什么雪崩 Matic， 你在前几天的低点，就像我在我会员群里面给大家公告说的一样 ，Matic 1.4无脑进 ，AVAX 50、60都能进。我当时给的精准点位是58、59、60啊，赚到个3%就能跑了。当然了，我的会员有的人比较贪，就从50、60一直拿到了现在70多，那这个利润就更高。像这种情况啊，你只要抄到底儿了。你把它往长的拿，等 Matic 再涨回2.2、2.3、2.4、2.5，等那个 AVAX 再涨回了150、160，那你的利润也是非常大的。可是呢，有些人就是管不住自己的手，想做一做短线呀，做一做波段，行不行？行。但是呢，面具人，我不是很建议各位频繁操作。如果说你想做短线，那你就不要贪啊，赚上几个点的利润就撤就行了。观察好市场，就像我刚才分析的一样，明白了吧？合约的话你自己看着办啊。面具人，我只给大方向啊。对，今天还有第二个话题，那就是我刚才说了啊，最近不要乱折腾，现在是一个新老交替的关键节点，那这就要涉及到咱们第二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了啊，那就是各位观众，你们手中很多的币都有可能啊，过完年就归零了。去年火爆的几个概念，什么 DeFi 呀、DAO 呀、GameFi 类型的币，在今年很可能啊，不是很可能，我给你确定的来说，大部分都会被淘汰。咱们就来看一下 GameFi。CoinMarket 上面已经把 GameFi 的专区取消了，之前还专门罗列出来 GameFi 是属于一个单独类型的币，但是呢，现在给取消了，把它并入 NFT 了。GameFi 的领域没有了，是归纳到了 NFT 了。那各位观众，你们应该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了吧？所以呢，各位面粉们，你们如果手里还有在持有什么 GameFi 啊、DAO 啊、DeFi 类的这种币啊，我建议你啊，大部分可以把它找机会脱掉手离场了。至少出掉个5到7成。首先呢 ，DeFi 的商业模型已经过时了。大家都知道 ，DeFi 可以进行商业借贷呀，或者是质押，产生非常高的收益。但是这个前提是建立在有后面的新鲜血液进来，那你才能维持住你的这个币价以及高收益。可是呢，今年啊，从去年质押的那些 DeFi 类的项目，它产生出来的收益。已经没有办法去靠吸新鲜血液来去维持币价了，所以你看，大部分的 DeFi 类的这个币啊，就一路跌下来，很难回头啊。也包括你像什么进行投票呀、彩票呀，或者是 IDO 之类的这种消泡沫的方式都不理想，啊。所以呢，各种 DeFi 类的币现在就是一跌不回头，那这也是经济的必然结果。尤其是什么蛋糕币呀，还有各种各样的，真的回不去了，很难回去了啊！你如果说不甘心，你可以出掉个5到7成，留一点点，抱有一丝希望。希望嘛，总是要有的。那至于豆呀、DAO 之类的，就更别说了，狗肉凑不上席面的这2种类型的币。大部分都会归零，你们记住面先知这句话啊！这2种类型的币大部分都会归零，因为它们已经是被淘汰了的商业模型。听懂了没？如果说你们在新的一年还准备跟这种类型的币死抱下去，
那你的结果只有一个，就是跟他一起去坟墓。别说面具人，我没警告过你们啊。那至于面具人为什么这样说呢？由于时间关系，面具人我之后会在我的会员群里面进行分享，或者我之后做节目再给你们分享。总之呢，你们记住，这类型的币接下来的风险会很高很高。还有呢，现在是一个风口浪尖的青黄不接的时间点，大家还是别乱搞了，留存现金，等着今年的新风口，等有好项目来的时候，你才能有钱能跟上那个车，你才能赚到几十倍的收益。否则呢，就算好项目来了，可是呢，你把你的币、把你的钱又套到了那些本该进坟墓的过气儿项目，把钱给他们了，那就是一去不复返了，你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别人赚钱，懂了吧？机会来了，一定要抓住，跟上车赚大钱。但是跟上车的前提是你手里面要有钱呀。所以呢，我建议各位现在还是保存实力，以避免风险为主。再不济也不至于亏钱，手里面有钱，真正的投资机会来了，你才能够有本金去翻倍、翻几十倍。就像面具人，我去年给你们推的狗狗币、XC 是吧，都是让你们赚了几十倍了。包括大头鸡，这也是我最近比较辉煌的战绩啊，也都是十几倍了。别急，这两个什么大头呀、鸡呀，不算什么牛逼项目。年后我会让你们看一看今年的新浪口。那这段时间就别折腾了，过年了，真的别瞎搞了，阖家团圆，享受一下这一年一度难得的亲情时光吧。年后面具人会给你们带来好几个惊喜的、劲爆的、不亚于 XC 的2022的新浪潮的项目。如果各位有想要紧跟面具人的操作，参与我今年的早期项目，以达到利润最大化、风险最小化，并且参与我的会员的各种点位的布局，请下载 Line 或者 Telegram 搜索添加 ID Maskman118办理会员入群手续，或者呢，你们也可以去复仇者联盟吧，学什么 K 线画画班，集齐那个无限手套啊，像灭霸一样修改现实。祝你好运，爆仓愉快，再见，过个好年吧。